别人都说他是个没有骨头的废物。赵长老掐着他的下巴灌绝命散，他不反抗。秦远搂着他的未婚妻羞辱他，他不抬头，就连杂役都能往他身上吐口水，他也只是默默擦干净。他们不知道，他所有的骨头都长在了妹妹身上。为了让张瑶能多活1个月，他能跪下来给秦远磕3个头。为了不让妹妹听到自己的惨叫，他拼尽全力克制着自己。为了护住那枚小小的续命丹，他承受重重重击也不肯松手。可这世间最残忍的事，莫过于你拼尽一切守护的东西，在别人眼里不过是随手可扔的垃圾。当秦远把续命丹喂给狗的那一刻，当赵长老说一个瞎子活着也是浪费资源，那一刻，那个隐忍了3年的废物爆发了，觉醒了。异火淬炼，破炉觉醒。他历经磨难觉醒，不是为了过往恩怨，是为了告诉那个在坑边等他的小姑娘，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了。张晨，把嘴张开。赵长老，这枚是什么丹？绝命散，专门腐蚀灵根的丹，筑基期吞一迷都得废，而我才炼气3层。赵长老，我灵根已经……灵根早就废了，还在乎这个？少废话，吞。哥，你不吞也行，下个月的续命丹就没了。她是我妹妹张瑶，天生眼盲，全靠我每个月试丹换1枚续命丹活命。剧痛从喉咙直冲天灵盖，五脏6腑像被烈火灼烧。记录：服药后3息内出现剧烈反应，灵根腐蚀速度，比预期快2倍。哥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，就是有点苦。够了，带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成了，终于成了！哈哈哈哈哈！那个女人我认识，李婉儿，曾经的未婚妻。自从我被贬，她就投进了秦远的怀里。哟，张晨，又吃废丹了，脸色不太好啊。好臭，他身上什么味道？3年几百枚废丹，整个人都泡透了。这个月的续命丹，本来该给你妹妹的。秦远，不服？你妹妹一个废人，要不是你能试丹，早被扔出谷了。你的灵根完全腐蚀，继续试丹没意义了。今天起，你的试丹童子资格取消。那我妹妹跟你没关系了。赵长老，赵长老，求你给我妹妹续命丹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绝命散加上地火灼烧，整个人像被架在铁板上，没人要的废铁和废人就这么凑到了一块儿。瑶儿，对不起。
3年残留毒素被提纯成灵力，炼气3层，炼气9层，筑基。你深藏特殊领域，对我大有用处。乖乖配合，不会受苦。秦远，刀放下。张晨，你没死，有点意思。炼气3层的废物，灵根都腐蚀干净了，让我放刀。你哥还活着，正好让他亲眼看着。筑基？你怎么可能筑基？你的灵根明明已经废了，废物，现在船长回来了，放开他！哥，是哥吗？真的是哥，你没事？没死，死的是别人。不知道你走了什么狗屎运，但你以为筑基初期就能跟我叫板？张晨，你敢动我？我是掌门亲传弟子。3年，我替你们吃了300多枚废丹，绝命散气完猎魂砂，唯一条件就是每个月1枚续命丹。今天的续命丹，你喂了狗，现在你又要欺负我妹妹。秦远，你知道绝命散吃起来什么感觉吗？你要干什么？别怕，就是有点苦。张嘴。疼吧？这是1枚，我吃了3年，300多枚。哥，停手吧。不伤人，只是让他记住这个味道就行了。秦远，今天的事，去告诉你想告诉的所有人。哥，你在看什么？一个炉子，丑得很，留着有用。张晨，好大的本事！不过没关系，赵某今天亲自了结此事。哥，捂耳朵。我本来就看不见，还捂耳朵，不就成了石头？听话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焚灵丹。我练了3年，1枚就能耗尽金丹期全部灵力。哼，用在你身上，浪费了。焚灵系毒丹，烈性最强，从内到外把人烧成空壳。
但那是之前。一股灵力从青火里灌回体内，丹土里的灵力加厚了一层，筑基初期稳固了。你那是什么东西？一个炉子，你们扔在地火废坑里的破烂，暗金如璧，吞丹纹路，不可能，这东西不是早就失传了吗？张晨，你手里那个炉子，可以给我看看吗？赵长老，10秒前你还要对我动手，现在跟我套近乎？你误会了，我只是……我没误会，你带这么多人来，就为了看我的炉子？张晨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应该知道药王谷里一个试丹小子拿着这种东西是什么下场，被宗门严惩，连炉子一起送进宗门宝库，自己交出来，我可以保你妹妹平安。筑基初期对筑基巅峰，加上30多个弟子，正面硬刚没有胜算，但我不需要胜算，我需要的是机会。赵长老，你说这焚灵丹练了3年，有没有多的？狂暴的能量在体内炸开，经脉中又是一阵翻天覆地的能量冲击。但这次破铜炉的反应比之前快了10倍，星火从炉口喷涌而出，能量瞬间被提纯，灵力暴涨。筑基初期，筑基中期，逼近筑基后期。他在吸收！我没等他说完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一起上！我看谁敢动。他们手里的灵气在抖，不是灵气抖，是握灵气的手在抖。算了，张晨，你走得了吗？我会禀告掌门。报，让你们掌门来找我。灵苏醒度3%，已解锁功能，初级丹药感知均可感知。小子，你胆子不小，不过光靠几枚废弃丹丸远远不够。这世上药性最强的醒过来，你得一个宗门一个宗门的去探寻。哥，我们去哪儿？我看了一眼药王谷的方向，赵长老应该在召集更多人了。再看另一个方向，后山密林。常理来说，我该带着张瑶先跑，但那个信号破铜炉在腰间又烫了一下，像是在催我。先不走，那去干嘛？去挖点好东西，趁他们还没反应过来。哥，我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以前你胆子没这么大。前方后山密林深处，那个信号越来越强。丹药感知像一根无形的绳子，牵着我往西北方向走。信号越来越强，脚下土壤的温度也在升高。信号越来越强，到了。这是丹毒的味道，而且浓度高到离谱。瑶儿，把脸埋紧，别呼吸。这是万毒渊，药王谷立谷数百年，炼废的丹药、倾倒的毒液、排放的药渣，全往后山地底灌。日积月来，
在地下汇成了这片毒海。筑基中期，稳固；筑基中期巅峰，突破；筑基后期。不错，小子，这地方是个宝库。陆凌，他说话了。一口棺材。好冷。别碰那东西，里面封的不是人。9根锁链，不对，8根，有一根已经断了，是破铜炉。他刚才吸收毒液的时候，无意间削弱了封印。好冷。棺材里有心跳。走。但我的单独感知告诉我一件事：石棺里那个东西已经感应到了我。出来，张晨，赵长老有令，我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交出那尊炉器，你的小命还有得商量。瑶儿，下来了。等我解决了这些坏蛋，再背着你。瑶儿，捂耳朵。又我。听话。筑基后期，倒是值得一试。我体内的灵力是万毒渊铁混，这份修为底蕴，绝非寻常苦修可比。你以为击退赵长老，便能在药王谷肆意行事？我并无妄念，没空纠缠，还请让路。找死！这便是你的全部实力。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小子，记住那句石棺，日后切勿再靠近此地。那究竟是何物？老夫也无法完全看透，但这些锁链上的封印符文……算了，等苏醒度到3成再告诉你。现在说了你也听不懂。真是个有脾气的破炉子。前方究竟是何人？这位前辈是……小陈啊，3年未见，长大了。3年前，赵长老曾对我说，师父叶苍当年遭遇受潮，早已不在人世。只因师父被传离世，我便从亲传弟子沦为了士丹小子。他的眼神一如3年前引我入门之时，可他身上穿的是掌门法袍。这种灯笼我还记得
3年前我入门那日，便是师凤亲手挂上这些灯笼，从山门一路延伸到弟子居所，便是怕新来的弟子夜里行路不慎。小陈，一晃3年，是师父亏欠了你。当年被奸人暗害，不得不假死脱身。这3年，我一直默默关注着你的近况，每次看你试丹，师父心如刀割。哥，真的是师父吗？师父没死。3年了，没有人用这般语气对我说话。假的，他不是活人，体内全是傀儡丹的毒，浓度高到发臭。单独感知已有结果，眼前只是一具傀儡。小陈，怎么了？你哪年捡到我的？永安12年。捡我的地方叫什么？青州城外。你当初教我写的第一个字是什么？是药字。毕竟师父我出身药王谷。小叶，不对，师父当初教我写的第一个字是瑶，我妹妹的名字。他说习字须有心念，先写下心中最牵挂之人的名字。哥，什么气味？好臭！这张面容，分明是师父叶苍的模样。这绝非随意仿制，是从真人身上剥离的。比预想心中聪明。本来只要骗你站着不动10息，傀儡核就能把你丹田的灵力抽走。师父的尸体，你用他的尸体做的，我师父到底怎么死的？准确的说，是他的皮，尸身另有用处。他发现了世丹童子制度的真相，执意要带你走，可惜当时他拦不住我。你可知这套规制已经延续了多少年？整整120年，2300个童子，能世丹3年不死的只有你一人。你以为你是废物？你是100年难遇的万毒体，再加一把火，就能炼出一炉万毒归元丹。废丹全是我定的，你是我的炉鼎，留着你妹妹，才能让你乖乖配合。多谢你把一切都说清楚，如今与你交手，我再无牵绊。筑基巅峰，你在渊中见过那处石椁吧？那万毒渊本就是用来镇守封印的，石椁之内的存在会循着气息寻来，到时候你会求着回来。他说的是真的。马杆消失了，他们暂时追不上来。徐红放我走是在赌那口棺材里的东西能逼我回去，我不会如他所愿。单独感知突然有了反应，信号微弱有零散，如同散落在地底的细沙，每一粒都带着毒残留。哥，等一下，单独感知展开，地下3尺。人骨，骨髓墙是空的，被什么东西抽得干干净净。骨头上的纹路更深，肋骨腐蚀成了粉末。吴小满，炼气1层，试丹2年，死因灵根碎裂。47块竹牌摆在我脚边，
月光照上去，密密麻麻，像一场从没有人听到的点名。陈启、吴小满、林阿牛。他事物不变，却在每一块木牌上都停留许久。他像是在完成一件无人顾及的事，铭记这些过往之人。赵丫头，玉简，这种玉简是药王谷用来记录重要信息的，普通弟子根本没资格使用。师父并非允于受潮，而是自愿以身赴决。他牺牲自身，助我重塑灵根。徐红背弃了当初的约定，还把师父的皮剥下来做成傀儡，当着我的面演了一出认亲的戏。阴阳废根这4个字，我从前从未听闻。所有人都告诉我，你灵根废了，天生废材。但师父倾力为我换来的机缘，绝不会是一场虚妄。秦远，他的脸坏了，他此刻竟是在发笑。这些人皆是身不由己。张晨，你毁了我的脸，我要你妹妹的命！开启单独感知，赵长老的解药盖住了表面的毒性，绝命散的残毒还盘踞在12条经脉里，等一个火星点燃。我的经脉，赵长老的药不是已经解了？没解干净，回去转告徐红，叶苍留下的玉简，如今在我手中。昔日毁约，我定会查明真相。哥，他们走了。走了。你打人了？动了一根手指头。那也算打，不过他活该。前方300里有座小城叫落霞城，各类射术地下丹材与材料一应俱全。以你当下的修为根基，仅凭手中现有的异变丹材残批，难以前往此地搜集其所需灵材。搜集灵材，这上古灵气说话倒如同市井采美一般。哥，刚才在坟墓那里有个人一直在看我们。你看不见怎么知道有人？我说不清楚，就是感觉到了，是个女的。她站在最后一排坟墓后面，一直在哭。售卖丹材，修补灵气嘞！2位客官，吃面里边请。哥，左边那个人在卖什么？好香。烤红薯。右边呢？叮叮当当的。补锅的。那前面呢？闻起来甜甜的。哥，我想吃。卖糖葫芦的。先吃饭，3年来的第一顿正经饭。哥，原来汤面是这个味道，比续命丹好吃。葱花骨汤咸得更好，不知为何鼻腔发酸。从哪儿来啊？干什么营生？来买丹药。买丹药去城西枯井，你懂的。枯井。地下洞穴大的没边，丹药的甜，毒物的辣，药渣的酸搅在一起，熏得普通人睁不开眼。好地方，至少37种老夫没尝过的丹毒。小子，先去赚灵石，你穷得叮当响，买不起东西。怎么赚？捡丹台。上个月有个金丹期的丹师上去，错了3枚，被人笑到现在。各去赚钱，别乱跑。我又看不见，能跑哪儿去？
这谁呀？筑基的，哼，看着不像丹师。送零食来的吧？单独感知展开，清楚的像是拿手掰开丹药看里面。1息，2息，3息。第一枚3品凝气丹，炼制于43年前，火候欠了半克，药效损失2成。第二枚2品养颜丹，掺了磨碎的萤石粉充数，灵来品质降了1档。第三枚、第7枚4品固脉散，表面品相完美，但内核有一道暗裂，服用后药力会从裂缝卸掉6成。第8枚，彻底没人说话了。第12枚极品培元甲丹，这枚我见过，标价3000灵石。假的。7种毒药混合伪装，外层是金蝉粉做的壳，中层用稀释的灵蜜固形，内核是3种烈性毒素：噬心草、阴火骨粉、腐骨叶。吞下去不会培元，会七窍流血。这枚假丹的伪装手法是老夫亲手设计的，50年了，包括3个金丹期丹师在内，没人看出来过。丹毒在舌尖炸开，3种毒素冲进经脉，破铜炉嗡了一声，青火一卷，毒素抽走提损，灌入丹田，灵力又厚了1层。谢了，免费的毒也是毒。你妹妹还好吗？说正事。长臣派我来买引魂汁，炼傀儡丹用的，他要做更多的傀儡。叶师傅生前托我保管的，他说如果你有一天离开药王谷，就把这个给你，去天南万毒宗找一个叫沈孤鸿的人，他知道你的灵根从何而来。走吧，别让人发现你跟我接触过。小兄弟留步，让老夫看看你的背。凭什么？那不是胎记小子，那是万毒宗的毒脉印记，你身体里流着万毒宗的血。万毒宗的血，3年试丹，什么东西入嘴我都不惊了。但这句话比绝命散冲击力大。7煞擒魂丹，金丹期修士吞1枚，至少躺3天。你吞1个，老夫看看反应。他在考我，不对，是在验货。有点辣。少主，这毒脉纯度比仙宗主还高，老夫找了18年，18年！哥，有人在哭。跟我来。画中之人是谁？你父亲张崇渊，万毒宗上一任宗主，和我照镜子差不多，7分像。你母亲苏婉兰，天南第一药师，18年前正道联盟6大宗门夜袭万毒宗，你父亲率门中弟子抵抗，战至最后一人。你母亲抱着你从后山密道逃出，此后下落不明，被人捡到那生毒毒，没人告诉我我有父亲有母亲，没人告诉我他们长什么样。哥，画上是谁？爹和娘。灭门的导火索是什么？正道宣称万毒宗以活人炼毒祸害苍生，狗屁！万毒宗用自身毒脉自我炼化，从未动过活人。
他们真正想要的天眼万毒炉。上古传承的炼丹神炉，6大宗门联手，真正觊觎的就是它。灭门那夜，宗主以性命为代价拖住联军，为了给夫人争取时间，把这座炉子送出去。宗门上下1300人的命换来的时间，他最终炉灵在我神魂深处沉默着1300条命。掌柜的，城外来了一队人马，打得清风剑宗旗号，整座城疯了。清风剑宗，当年灭门万毒宗的6大宗门之一。你在剑丹台上太张扬了，督脉运作时散发的气息，他们有办法追踪。暗道在哪儿？密室下面有一条通往城外的地道，你带他先走。少主你，我来的时候买了17枚毒丹，还没吃，捡了6枚最烈的，够了。一炷香，等我。为首一人金丹出死，身后10多弟子清一色筑基。我赶时间，让路，或者躺下。万毒宗少宗主，属下清风剑宗外门长老，万毒宗暗桩周重月，奉先宗主遗令，恭迎少主。持此令至天南墨渊谷，可开启宗主秘库。秘库中有先宗主留给少主的最后一件东西。哥，那个哭的女人又出现了，她在说话。说什么？她好像在对你说，带妹妹来找我。空旷的原野上没有一个人影。她又来了。谁？那个女人比上次近了。哥，眼睛有点热。别走！第二次，当天夜里，声音回荡在空庙里，瓦缝上的灰簌簌掉了一层，烫的是骨头在发热。少主，你妹妹的眼眶骨不对劲。废话，她天生瞎的。不是瞎，她的眼眶骨是灵尸骨，万毒宗失传了300年的宝骨。灵尸骨不开眼窍，看不见寻常事物，但能看到灵魂层面的东西。你是说，她看到的那个女人是真的，只是不在活人看得见的那一层。第3次发作在第5天清晨，眼眶骨的温度已经可以隔着皮肤感觉到了。他在前面等着，不远了。第6天傍晚，我们抵达墨渊谷，空气中萦绕着一股异样气息。这片气雾浓稠，力量十分强横。少主，这是千年毒瘴，末将进不去。老夫的毒功在这东西面前跟闹着玩似的。在这儿等着。哥，一炷香。好东西，好东西，好东西！1000年份的毒，老夫上辈子都没吃过这么痛快。毒气刚进入皮肤就被提纯成了灵力，打我就等于给我充电，作弊都不敢这么设计。穿过毒瘴用了不到半盏茶，溶洞入口藏在谷底最深处，走到尽头，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
因为我只看到了正对面的那面墙。18年没有老去一天，和密室那幅画上的女人一模一样。我站在原地，腿不听使唤了，不知道该怎么走过去。单独感知送来一个极其微弱的信号，生机变动，卡在生死中间，圣石灵力耗损了90%，最多3个月，阵法崩溃，他会死。石碑上是他的亲笔。小子，你现在知道老夫为什么非得苏醒了。3个月，你需要药王谷3年的量，再乘以50倍。少主，出事了！张瑶小姐，她的眼睛亮了。晨儿，你长这么大了。这个语调，这个尾音和水晶壁中那个女人的唇形对得上，连呼吸的节奏都不是她的。晨儿，瑶儿，怎么样？灵魂寄宿，苏夫人的一缕灵魂碎片寄在她的灵尸骨里。这骨头本身就是灵魂容器，碎片嵌进去，严丝合缝，所以他能看到。对，那个哭泣的女人是真的，灵尸骨被碎片激活了，才有了感应。但灵魂寄宿是有代价的，碎片在蚕食她的神魂，1个月，最多1个月，她的神魂会被彻底吞掉。有没有办法分离碎片？有，但分离之后，碎片消散，苏夫人在水晶壁中的最后一丝生机会断毛。3个月的期限直接缩成1个月，不，可能更短。救妹妹，母亲死得更快；不救，妹妹的魂没了。卢灵在。如果苏醒度在1个月内拉到足够高，仙品排毒能不能同时处理灵魂碎片和他体内的万毒？理论上可以，但你需要在1个月里吃掉的丹毒量，大概是一个中等宗门整座丹药库房的存量。哪来这么疯狂锁敌？万丹大会，与会的丹药流通集散，数量够。问题是那些丹药都有主。对，打头那个信号，金丹中期，不是药王谷的人，灵力里丹药残留太重。丹赤阁，天南最大的丹药黑市组织。你带他进密库，周重月留在毒瘴通道口接应。少主，谷口我1个人够了。陆明，丹池阁天南之事，听说有人在墨渊谷里找到了一件好东西，我来验验货。让开，我不杀小孩儿。我也赶时间，你可以试试走过来。我的灵力！
你到底？撤！我不选第一个，也不选第二个。1个月，我把庐陵苏醒度拉到能同时救2个人的程度。少主，这叶苍的御简里提过一个人，沈孤鸿。走，去万丹大会，找沈孤鸿吃丹药，2件事一起。小子，刚才那个金丹修士的单独残余苏醒度到了25%，解锁了一条旧档信息。你妹妹的灵噬骨不是天生的，是被人后天用中毒入骨种进去的。能施展这个秘术的人，整个世间只有一个，上一任炉主，你的父亲张重渊。我看见了，很大的房间，全是丹药，成千上万的。有个老人坐在最高的椅子上，他在等你。他的脸和爹长得一样。这枚丹吃了，吃了。少主，前方。哥，有人看你，不是善意的那种。知道。落霞城，散修，张晨。开始。全对。杂志纹路正品里的叠层方向反了。300年了，第一个在时息内交卷且全对的人。另外，试毒丹确实是大会方设置的暗手，今年不用了。药王谷了。小子，那莲心里有气蛊毒，知道。你要吃了它。
材料里有人掺了蚀骨毒，麻烦大慧坊查一下，是谁这么好心，帮我多加了一味催化剂。这个人不慌，一次暗算被当众反杀，他不但不慌，还在鼓掌。他在做什么？灵魂碎片窜世的速度在加快，还有23天。晨儿，第3轮，不要进宝库，他在里面等着你。不是你父亲，是棺材里那个东西，他已经出来了。我没想到，即将到来的黎明，是一场席卷全城的杀局。此人张晨，万毒宗遗孤，身负毒脉，在药王谷潜伏3年，残杀同盟弟子，意图破坏后山万毒渊封印，释放上古凶物，请天南各宗明鉴。少主，走暗道。走不了，4个城门4个方向，正好4大宗门各守一面，连暗道出口的位置都被堵得严丝合缝。消息不是今天才泄的，他至少提前3天就在布局。末将手下的暗桩已经暴露了2个，清风剑宗内部有人在查。你们带他留在客栈，我去广场。少主，那是几千号人，4个金丹修士，你一个助祭。他当着几千人的给我定罪，我就当着几千人的面跟他算账。张晨，回来吧，宗门不会为难你。陈七，炼气2层，试丹4年，丹毒爆体，吴小满。炼气1层，试丹2年，灵根碎裂。林阿牛，炼气3层，试丹5年，经脉全废。赵丫头，炼气1层，试丹8个月，药毒入脑。47块，全部摔完。我师父叶苍，药王谷前内门弟子，以己身换一个承诺，被掌门毁约，剥皮做成傀儡。当着我的面演了一出认亲的戏，47条人命，1张人皮。你要替天行道，先给他们一个交代。是的，童子，那是什么？47个！药王谷头那个玉简上写的什么？谁看清？试丹是宗门传统，每一位童子都是自愿献身。叶苍弟子怀有一心，私通外道，本座以大局为重，做了不得已的决断。天眼万毒炉，交出来！我饶全城不死！
万丹大会的规矩我定的，大会没结束之前，谁也别想动参赛者。秦远和赵长老的信号没了，沉到了地下宝库的方向。公开身份，引来丹赤阁声东击西，从头到尾全是烟幕。来不及了，他3天前就进去了。如果他打碎最后8根锁链，那个坐在石椅上的没有瞳孔的老东西笑了。